有个同学站出来，指着陈娇娇对警察说：“都是陈娇娇指使我们的。”另一个同学赶紧附和：“一开始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陈娇娇说她出钱给我们买机票，还给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的红包。”陈娇娇急了，她跳起来指着那些同学骂：“你们胡说！明明是你们自己愿意的，现在出了事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脱罪吗？不可能，要坐牢大家一起坐。”谁要跟你一起坐牢？我是独生子。一拳打在陈娇娇的脸上，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围上来，对着陈娇娇拳打脚踢。都是你害的我们！警察见状赶紧上前把他们拉开，一个个凑过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赵梅，你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我们知道错了，你就给我们一条生路吧。我冷冷地说：“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们刚才动手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们砸了我家的东西，伤了我的人，现在想一句道歉就完事了？不可能！我不但要追究你们的民事责任，让你们赔偿我所有的损失，还要起诉你们故意伤害和聚众斗殴，让你们受到应有的惩罚。”我正在阿叔家吃鲜花饼，手机突然在裤兜里震个不停，点开班级群，响起校花陈娇娇曲傲的声音：“我提议今年同学们的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就是给赵梅家扶贫。”我一脸懵，但还是客气回复：“我家挺好的，不用扶贫，谢了。”他秒回语音，声音极其不屑：“你家住农村耶，怎么可能不贫困？穷不丢人的，你这样死要面子才丢人。”我男友楚涵紧跟着在群里艾特我：“你总用拼好饭，谁看不出你手头紧？”没等我辩白，班主任电话直接打进来：“你赶紧去村口迎人，同学们已经到了。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怎么可以让大城市的孩子们等你？”可我们村是著名侨乡，家家户户资产过亿，他来扶什么贫？我虽然疑惑，怕他们打扰村子里的阿爷阿妈，还是去了村口。陈娇娇带着同学进村后，见只有我一个人，脸立刻沉下来：“欢迎仪式呢，横幅呢，锣鼓队呢，我们大老远跑来给你家扶贫，赵梅同学，你怎么可以这么敷衍？”我翻了个白眼，送给他：“我请你来的吗？”听了我的话，楚涵一脸不悦，立刻跳出来指责我：“赵梅，你在发什么疯？娇娇带着全班来给你家送温暖，你就这态度？赶紧去叫村民出来列队欢迎，我们要拍实践报告的封面照片。”陈娇娇拎起行李箱上的黑色塑料袋，往我面前一递，露出里面乱七八糟的衣服。赵梅，我特意让保姆把我不穿的旧衣服都收拾好给你带来了，够你穿到毕业的。我这些可都是大牌，和你穿的那些破烂货不一样。我身上都是专门定制，哪里是破烂了？这时楚涵还在一旁帮腔，眼神里满是对陈娇娇的宠溺。娇娇真是咱们金融系的善心天使呀。听到他的话，我直接被气笑了。我真是不需要，你们赶紧带着天使哪来的回哪去吧。见我不给面子的下逐客令，楚涵直接就炸了：“你是不是脑子里有屎呀？娇娇那么善良，你居然恶毒的讽刺她，你必须立刻给她道歉，不然我就跟你分手。”他突然拔高声音，像是要让所有人都听见：“我最讨厌你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穷还死要面子。”我和楚涵是在迎新晚会上认识的，那时候看他性格直率，大大咧咧的，跟我们这斯文的水乡小伙不一样，很新奇。后来他主动跟我表白，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可在一起1年多，我发现他也就脸能看，脑子里一点内容都没有。现在看他跟陈娇娇站一起的样子，只觉得恶心的让人想吐。我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行啊，你们俩还真挺配，住所死哈。”楚涵根本不相信我能舍得和他分手，还在刻薄地数落我：“你们农村人就是心思龌龊，我和娇娇之间清清白白的，你的心脏所以看什么都脏。”陈娇娇也嫌弃地扫视我：“我知道你平时就嫉妒我，毕竟你再怎么努力都比不上我一根脚趾头，但是你真没必要针对我，毕竟我的起点是你一生都达不到的终点。”楚涵指着我身上的 T 恤和短裤：“你穿的这是什么杂牌啊？娇娇给你的衣服可都是轻奢，很多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你现在有机会穿就偷着乐吧。你赶紧去叫你们村里人搞个欢迎仪式，不要废话了，同学们还等着拍照片呢。”一旁的同学也跟着催促我，一个个嘴脸都难看极了。让你搞个欢迎仪式而已，你又不吃亏，我们能完成暑假社会实践的作业，你又能得到我们的爱心捐赠，怎么那么磨叽？你就是嫉妒陈娇娇，她家里有钱，每天身上的名牌衣服每天不重样，哪像你总是一身运动装。我们一个宿舍2年了，从来没见你给我们买过什么，抠抠搜搜的，哪里比得上陈娇娇？刚才路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杯星冰乐，
我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每逢考前都会带着大家划重点，想尽办法帮他们提分。夏天还自费给他们准备降暑凉茶，帮他们提前订自习室。这些点点滴滴的付出，真是都喂进了狗肚子里。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太阳晒得陈娇娇很急躁。张梅，你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去找人把欢迎我们来你家扶贫的横幅拉起来，别耽误同学们拍照片。我懒得再废话，绕过他往村外走。我还有事，先走了。陈娇娇狠厉地盯着我背影，咒骂道：就因为你嫉妒我，所以你就非得逼得大家交不上社会实践作业才肯罢休吗？我可真看不起你。他这话一出口，立刻把我放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就像是我害得大家无法完成社会实践作业一样。果然有人拦住了我，不让我走，还把我推得踉跄。赵梅，你就是个小人，自己过不好，也见不得别人好。明明是个穷鬼，还在这装有自尊心。你要毁了我们这么多人的社会实践作业吗？如果修不满学分，你负得起责任吗？活该，楚寒要甩了你。你这种垃圾谁会要你？有人趁乱使劲用行李箱砸在我小腿上，我立刻疼得跪在地上。早就看不惯你那副清高劲了，农村来的装什么装？我从兜里摸出一小瓶农药，往人群里一泼，刺鼻的味道把这些人吓得四散开。没了人群的围攻，我才得以站起来。你们是有大病吗？就非得扶贫我家？中国有那么多真正的贫困户，你们不去关心，为什么非得盯着我不放？我指着一个刚才推我最用力的女生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扶贫这位每年都领助学金的同学？那个女生梗着脖子怒视我，义正言辞地说：我和招梅这种虚伪的人不一样，我穷，我也敢承认我穷。大家如果来我家扶贫，我一定热烈欢迎。她又谄媚地对陈娇娇说：要不你给我献爱心吧，就把你新买的电脑送我，我真的挺喜欢的。陈娇娇蔑视地瞥了她一眼，然后突然一反常态的不再催我搞欢迎仪式了，反而招呼大家：这风景挺美的，咱们先一起合张影吧。我直觉他没有好事。这时我电话铃声响起来，阿叔说村里有一件急事，需要我马上去处理一下。我立刻飞奔过去，楚寒气得在后面骂我：一点集体意识都没有，活该被孤立。处理完事情后，我突然远远看见我家院子里飘起浓烟，我立刻加快速度往家跑。到了院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气死。陈娇娇正举着手机直播，火堆上架着的竟然是我养的刚满月的小羊羔。家人们看啊，这就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多艰苦，我们来给赵梅同学送温暖了，体验一下她平时的生活。她转向镜头外，得意地对着全班同学说：我刚花10块钱在淘宝上 P 了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大家扶贫赵梅同学，到时候大家可以用这张照片作为社会实践作业的证明了。一阵欢呼雀跃。你们在干什么？我抄起院角的水桶就泼了过去，火苗瞬间被浇灭，露出被烤得焦黑的羊羔尸体。陈娇娇尖叫着躲开，她新买的限量款裙子湿了一大片，心疼得直跺脚。张梅，你穷疯了，这羊顶多值500块钱，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楚寒突然从屋里冲出来，手里还拿着个青花瓷瓶。我们把你家都翻遍了，什么值钱东西都没看见，你这么穷，凭什么不接受我们扶贫？他把瓷瓶往地上一摔，这种破烂居然好意思摆出来！我浑身的血瞬间冲上头顶。谁允许你们私自闯进我家毁坏财物？我冲进屋里，看见客厅的博古架被砸得东倒西歪，上面本来摆放的各类瓷器全被恶意摔碎，连2把太师椅都被当成柴火扔进了火堆里。你们这群败类！楚寒抓住我，他用力把我的手腕掐出一圈红印。你今天必须给娇娇道歉，她那么善良，凭什么一再被你骂？我用力把他推开，他猝不及防地被我推倒。陈娇娇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居然还敢打人！他立刻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对不起，张梅，求你别打我们了，我们再也不敢组织大家社会实践了。同学们被他的哭声吸引过来，一个个对着我怒目而视，将我团团围住。赵梅，你到底有完没完？真是穷乡僻壤出刁蛮，我们看你是农村人，好心帮你，还帮出仇来了。你一再破坏我们的社会实践作业，不就是见不得我们好吗？你真是天生的坏种！有人把没喝完的啤酒泼在我身上，有人冲着我吐口水，他们把我围起来，不由分说地对着我拳打脚踢。我学过点拳脚功夫，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但10分钟后就累得靠在墙上喘粗气。有人趁我不备用，烧烤签子扎进我手臂，
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疼得我差点晕倒。住在隔壁的老大爷听见院子里的动静，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来，看到眼前这一幕，急得大喊：快住手！你们闯祸了！陈娇娇冷哼一声，爱管闲事的老登哪凉快哪待着去。楚寒还在嚣张叫骂：赵梅，你今天必须给我们磕头认错，否则休想走出去。对，必须给我们每个人都磕一个。其他同学把手边能拿到的东西都向我砸过来，鲜血顺着我头流下来。屋外一片狼藉，老大爷急得高声喊：这要赔很多钱的。陈娇娇像听到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这个破院子虽然挺大，但就这地段顶多值5000块钱，还不如我1个月生活费的零头多。继续砸，有问题我负责。陈娇娇吩咐几个同学把一块臭抹布塞进了邻居老大爷嘴里，又像脱牲口一样把他关进了厕所里。死老登识相点，敢再乱喊乱叫，我让你立刻见阎王。他换上伪善的假笑，再次打开手机直播，贫困生巨捐还打人刀的词条吸引来大批粉丝，不到10分钟，直播间粉丝量激增到500万。他把镜头怼进我脸上的血污被拍得清清楚楚。家人们快看，这就是不知好歹的下场。我们好心给农村同学献爱心，他居然拒收，还拿农药泼我们。更过分的是，他居然动手打我们。屏幕上骂我的污言秽语密密麻麻。看见没？现在认错，给我们每个人磕一个头，这事还能商量。他掏出一沓现金甩我脸上，这些够你家买几十只羊了吧？开始磕吧，别给脸不要脸。你会后悔的。我每说一个字都扯着伤口生疼。陈娇娇笑得前仰后合。后悔？我陈娇娇长这么大就不知道这俩字咋写。家人们听见没？这穷鬼还敢威胁我，今天必须让他心服口服。他抬脚就往我膝盖窝踹去，我本来就因为失血过多站不稳，这下直接跪倒在地，膝盖磕在碎瓷片上，钻心的疼。一旁的同学捡起一根断了的木凳腿，狠狠抽在我背上。穷酸样还装硬气，娇娇给你钱是看得起你。背上的伤口被打得裂开，我咬着牙不肯出声。有人拽着我的头发，把我脑袋往墙上撞，一声闷响，眼前瞬间发黑。叫你狂！有人抬脚往我腰上跺，想破坏我们社会实践作业，今天非废了你不可。陈娇娇脚踩在我脸上，疼吗？知道疼就赶紧求饶。你看这直播间多少人等着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他蹲下抓着我的头发，强迫我抬头看向镜头。来，笑一个，给家人们笑一个，说不定他们还能多打赏点，够你爹妈多买几袋化肥呢。直播间热度蹭蹭涨，陈娇娇正得意着，院门外突然响起警笛声。谁报的警？他脸一沉，警察走进屋里，看见满地碎瓷片，脸瞬间铁青。你们这群混账，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居然敢在这里放肆！陈娇娇镇定下来以后，神秘兮兮地凑到警察耳边。我爸是京市的陈建国，你知道该咋做吧？警察像没听见，声音异常严肃。你知道那对太师椅是谁的吗？陈娇娇不耐烦地挥手。不就2把破椅子吗？我赔10倍的钱。10倍？警察冷笑。这是康熙做过的黄花梨券椅，一对要2个亿。这些是明代永乐年的青花，你知道现在市价多少吗？他指着满地碎片。警察环顾四周，声音拔高。更别说这院子了，这是闽南赵氏的祖宅，明万历年间建的，整个建筑群估值超100亿。警察指着满身血污的我，大声说：她是赵氏集团的大小姐，这个村子是著名的侨乡，这里每家每户都资产过亿。陈娇娇不可置信地盯着警察的脸，使劲看，想看出点端倪来。突然，她眼里闪过一丝侥幸，她怪笑起来：我知道你们都是同乡，肯定会互相包庇，但我也不是被吓大的。你们这可是农村，你说这破房子是闽南赵氏的祖宅，还估值100亿，你当我是傻子？农村人要是能有这么多钱，那我们这些大城市的人算什么？警察没跟他废话，转身走到厕所门口，一把拉开门。邻居老大爷吐出嘴里臭烘烘的抹布，被2名警察恭恭敬敬地搀扶着从里面走出来。你这个小杂种，喊叫我什么？老大爷走到陈娇娇面前，照着她脸上狠狠扇了2个响亮的耳光。喊我叫老登，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火气。我退休前是建华集团的董事长，
你爹陈建国当年想跟我谈个3000万的合作，在我集团楼下蹲了5天5夜，连我秘书的面都见上。就你这个小杂种，还敢在我面前摆谱？陈娇娇的脸唰的一下白了，她往后退了2步，手抖得控制不住。建华集团的名号没人不知道，那是国内的新能源的巨头，去年光纳税就几10个亿。她张着嘴，惊讶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周围的同学也都彻底慌了，有个女生直接哭出了声。警察同，我们不知道啊，是陈娇娇说赵梅家穷，让我们来搞社会实践的，我们都是被她骗了。对，陈娇娇说她爸有钱，出了事她全包，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赶紧把钱赔了啊！你不是富二代吗？赔几个亿对你家来说不算什么吧？一个男生赶紧接话，指着陈娇娇喊：我家就是普通家庭，我爸妈要是知道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肯定会气死的。陈娇娇，你快想想办法，你不能不管我们。另一个同学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陈娇娇被他们吵得脑袋嗡嗡响，她掏出手机，手指抖得连解锁都要半天，好不容易拨通了他爸陈建国的电话。她刚要开口哭，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暴怒的吼声：你个畜生，你知道你惹了谁吗？爸，我……别叫我爸，闽南赵氏那是所有侨商的主心骨，今年给沿海救灾捐了100亿，你敢去砸人家的祖宅，你敢打人家的大小姐，我告诉你，我可没本事救你。陈娇娇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哽咽着说：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快救救我，我不想坐牢。救？我怎么救？赵家要是想让你死，我连提出质疑的资格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从今天起我们断绝关系。电话挂了，陈娇娇还想再打，却发现手机屏幕上跳出您拨打的用户已将您拉黑的提示。她盯着那行字，手机从手里滑下去，砸在了地上。她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碎瓷片，居然委屈的呜呜的哭了起来，和刚才嚣张的样子判若两人。突然陈娇娇想到了什么，她爬起来，膝盖在碎瓷片上磨出了血，她也不管。她冲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裤腿。赵梅，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瞎了，也来你家闹事，我不该砸你家的东西，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们好歹是同学一场呀，你和楚涵还是男女朋友，你看在这些情分上，跟警察说说，别把我们带走，好不好？我低头看着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抬脚把他踹开，他重重地摔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我已经和楚涵分手了，至于你这种人品低劣的同学，我从来就没稀罕过。陈娇娇愣了一下，右手脚并用地爬过来，继续恳求我：你不能和楚涵分手，你们在一起快2年了呀，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楚涵那么喜欢你，你不能那么轻易放弃这段感情。喜欢我？他要是喜欢我，就不会无脑的跟着你一起把我家砸了。你们俩一个蠢一个坏，正好凑一对，将来你们一起出狱了，还能凑一堆接着过，省得去祸害其他人，多好呀。楚涵本来被吓傻了，瘫在地上，听见我的话，突然爬起来，扑到我面前，也跟着陈娇娇一起给我跪了下来。他脸上全是鼻涕眼泪，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赵梅，是我对不起你，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心里真的只有你，我刚才都是被陈娇娇蛊惑的，你别跟我分手，好不好？只要你肯原谅我，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用力把胳膊抽出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满是厌恶。你心里只有你自己，你当初总巴结陈娇娇，不就是觉得她家条件好，能满足你的虚荣心吗？现在看到我家有钱，又想回来巴结我，你觉得我会要你这种男人？楚涵愣住了，他张着嘴，却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居然嚎啕大哭起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居然这么绝情。付出？你付出了什么？楚涵，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陈娇娇手机突然响了，是他妈给她打来电话，她欣喜若狂的喊：我有救了，我妈最疼我了，肯定会救我的。她满心欢喜的接通电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女儿，妈给你转了100万，这些钱是我唯一的私房钱了，
以后你好自为之吧。陈娇娇再打过去，发现他妈也把她拉黑了。她转向警察，没有底气地问：警察同志，100万够赔偿吗？我还年轻，我不想坐牢。警察面无表情地说：你毁了人家价值100亿的东西，你觉得够吗？陈娇娇彻底慌了，她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指着同学们骂：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跟着我来，我也不会搞成这样。都怪你们非逼着我给你们想社会实践作业题材。明明是你自己要搞事，我们都是被你骗了。就是你自己说的，出了事你负责，现在怎么不敢认了？陈娇娇看着眼前这些曾经围着她转的同学，现在一个个都把她当成仇人，心里又气又恨，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对着吵了半天，所有人都一致把责任推到了陈娇娇身上。有个同学站出来，指着陈娇娇对警察说：警察同志，都是陈娇娇指使我们的。他说赵梅家穷，让我们来给他家扶贫。他还说等我们把这些内容写进社会实践作业里以后，全校同学都会知道赵梅是个穷鬼了，这样赵梅就没办法跟他竞争校学生会会长的位置了。另一个同学赶紧附和：一开始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陈娇娇说她出钱给我们买机票，还给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的红包。说完，他打开手机上微信转账的记录给警察看。对，我们都可以作证。其他同学纷纷发声：陈娇娇还让我们把赵梅家的羊烤了直播，说这样能吸引更多粉丝。我们根本不知道赵梅家这么有钱，也不知道那些东西这么值钱。陈娇娇急了，她跳起来指着那些同学骂：你们胡说，明明是你们自己愿意的，现在出了事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脱罪吗？不可能，要坐牢大家一起坐。谁要跟你一起坐牢？一个高个子男生冲上去，一拳打在陈娇娇的脸上，陈娇娇被打得后退2步，鼻血瞬间流了出来。你敢打我？陈娇娇也火了，扑上去和那个男生扭打在一起。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围上来，对着陈娇娇拳打脚踢。都是你害得我们，让你骗我们，你这个骗子！陈娇娇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嘴里不停求饶：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愿意赔偿，我可以给赵妹打工还钱。我是金融系的高材生，我能帮她做事。我可以跟她签一辈子的合同，把我所有的工资都给她。警察见状，赶紧上前把他们拉开。一个警察看着陈娇娇，忍不住笑了：你以为招氏集团是什么地方？招氏集团的员工哪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能力出众的？多少毕业生挤破头都想进招氏，你以为凭你这点本事还想进招氏打工？别做梦了！陈娇娇愣住了，她看着警察，又看了看我，眼神里满是绝望。她知道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完了。她突然像疯了一样，冲我大喊：赵梅，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不就是毁了你点东西吗？你家那么有钱，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我冷冷地看着他，说：我家有钱，不代表我可以容忍别人随便毁我的东西，随便打我。你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后果，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陈娇娇还想说什么，可警察已经拿出手铐，走到她面前。她看着手铐，突然腿一软，又跪了下去。警察同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警察没理他，直接把他的手铐上。其他同学见陈娇娇被铐上了，一个个都吓得脸色惨白，有人甚至开始哭起来。警察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没动手打人，也没砸东西，你们别抓我。我也是，我就是跟过来看看，我什么都没做。我是独生子，我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我不能被抓。警察面无表情地说：有没有动手，有没有砸东西，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们都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说着，警察就开始给其他同学戴手铐，同学们一个个哀嚎着，可却没人敢反抗。就在警察准备把他们带走的时候，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急匆匆跑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医疗箱。他们是我家的家庭医生，赶过来给我处理伤口的。医生走到我面前，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口，眉头皱得紧紧的。大小姐，您的伤很严重，手臂上的伤口需要缝合，头上和背上也有多处软组织挫伤，膝盖上的伤口还可能伤到了骨头，需要尽快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我点了点头，说：先帮我简单处理一下，我要亲眼看着警察把他们带走了再说。医生应了一声，开始给我消毒、包扎伤口。酒精碰到伤口的时候，我疼得皱了皱眉，但没出声。周围的同学看着这一幕，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个个凑过来，
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赵梅，你没事吧？刚才真是对不起，我们都是被陈娇娇骗了，我们不是故意要打你的。是啊，赵梅，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你平时在学校里那么低调，没想到你居然是招氏集团的大小姐，真是太厉害了。我就说陈娇娇不是什么好人，她平时在学校里就仗着家里有钱，到处欺负同学，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赵梅，你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我们知道错了，你就给我们一条生路吧。赵梅，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我们以后肯定会报答你的，你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我看着他们一张张虚伪的脸，心里满是厌恶。我冷冷地说：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们刚才动手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们砸了我家的东西，伤了我的人，现在想一句道歉就完事了？不可能！我不但要追究你们的民事责任，让你们赔偿我所有的损失，还要起诉你们故意伤害和聚众斗殴，让你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同学们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有人甚至腿一软，差点摔倒。他们看着我，眼里满是恐惧和绝望。赵梅，你不能这样啊！我们都是同学，你怎么能这么绝情？是啊，赵梅，大家同学一场，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就不能念在同学的情分上放我们一马吗？我知道错了，我愿意赔偿，我把我家的房子卖了都给你赔偿，你别起诉我们好不好？楚寒也凑过来，哭着说：赵梅，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愿意立刻就取给你，那些被我打碎的古董就当是你带来的嫁妆了，以后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咱们生很多儿子，你就原谅我吧。我直接被他气笑了，我看着他说：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模样，像个疯子一样，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会嫁给你？我转向警察说：警察同志，别跟他们废话了，把他们都带走吧，一定要秉公处理。警察点了点头，押着陈娇娇和其他同学就往外走。同学们一边走一边哀嚎，有人还回头瞪着我，眼神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赵梅，你会后悔的，你这么绝情，以后肯定没好下场。我们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我看着他们被押上警车，心里没有丝毫波澜，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就在警车准备开走的时候，陈娇娇突然挣扎着从警车里探出头，对着我大喊：赵梅，你给我等着，我就算坐牢也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会报仇的。其他同学也跟着附和，一个个对着我破口大骂，有几个情绪激动的甚至想从警车里冲出来跟我拼命，可都被警察死死按住了。警察厉声呵斥：都老实点，再敢闹事就多加一条妨碍公务罪。同学们这才安静下来，可他们看着我的眼神依旧充满了仇恨。警车缓缓开走，消失在村口。我看着警车消失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阿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小姐没事了，都过去了，你伤得很重，赶紧跟医生去医院看看吧。我点了点头，跟着医生上了车，在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我的手臂需要缝合，膝盖有轻微骨裂，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挫伤，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医院养伤。期间，阿叔告诉我，赵氏集团已经派了专门的律师团队，负责处理这次的事情，一定会让陈娇娇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1周后，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了，陈娇娇因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其他同学也根据各自的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了1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都是他们为自己的无知和嚣张付出的代价。出院后，我回到了村里，祖宅已经开始修缮，那些被打碎的古董也找了最好的修复师进行修复，日子恢复了平静。我以为我和那群人渣再也不会有交集了，可我没想到，一天晚上，我在市里一家高档餐厅吃完饭，正准备开车回家，刚走到停车场，就看见一个身影突然从柱子后面冲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水果刀，直勾勾地对着我的胸口刺过来。还好我身边的保镖反应很快，把我拽到身后，同时一脚踹在对方的肚子上，对方倒在地上，手里的刀也掉在了一边。我仔细一看，居然是楚寒，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头发又脏又乱，脸上满是憔悴和怨毒，和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孩判若两人。他挣扎着爬起来，还想扑过来，嘴里不停地咒骂：赵梅，我要杀了你，都是你害的我。我皱了皱眉，保镖已经把他制服后按倒在地，他还在不停地挣扎着控诉我：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切？我爸妈为了保我出来，把房子和公司都卖了，现在家里一贫如洗。我去找工作，人家都嫌我有案底，我只能去酒吧陪富婆喝酒，还染上了性病。我爸妈现在也不要我了，
把我赶了出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绝情？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丝毫同情。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喂，110吗？在南国酒家后面的停车场，有人持刀伤人，你们赶紧过来。很快，警察就到了现场。楚涵被带走时还在哭喊：赵梅，都怪你非要和我分手，否则我现在应该是赵氏集团的乘龙快婿，我恨你。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是电视新闻上播放一名叫楚涵的男犯人在监狱里精神失常撞墙自杀了。楚涵的死讯传来时，我正在院子里和阿叔一起晒新收的茶叶，竹匾里的铁观音带着淡淡的兰花香，在闽南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阿叔看我愣了一下，递过一杯刚泡好的茶。大小姐，别往心里去，那是他自己选的路，怨不得旁人。我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汤清冽回甘绵长，心里那点转瞬即逝的波澜便散了。是啊，从他跟着陈娇娇砸了祖宅对我拳打脚踢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就早已注定，所有的苦果都是他亲手种下的，与我无关。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祖宅的修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那些被打碎的明代青花，经国内顶尖的修复师之手，虽仍有细微的裂痕，却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摆回博骨架上，反倒多了几分历经风雨的厚重。修复师临走前曾感叹：赵小姐，这些宝贝能被好好修复，也算幸事。这祖宅的底蕴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比的。我笑着点头，这祖宅是赵家几代人的心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往后我定会守好它。学校那边，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病假养伤，班主任曾几次打来电话，语气小心翼翼的，先是问我的伤势，又支支吾吾的提了几句班里的情况，说自从陈娇娇他们出事后，金融系的风气好了不少，再也没人仗着家里有钱耀武扬威了。赵梅同学，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回学校？班里的同学都很想你。我听出了他的顾虑，无非是怕我记恨班里的人，不肯回去。其实我本就没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放在心上，该算的账都算了，该受的罚他们也受了，我没必要揪着过去不放。开学那天，我依旧穿着简单的白色运动装，背着帆布包走进学校，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只是身边多了一个阿叔安排的保镖，不是为了摆谱，只是阿叔担心我的安全，执意要派的。走进教室时，原本吵吵嚷嚷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有好奇，有敬畏，还有些心虚。那些当初没跟着陈娇娇去村里，却在班级群里跟着起哄的同学，更是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我。我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放下书包，拿出书本，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同桌是个性格内向的女生，当初陈娇娇带头起哄时，她从未说过一句我的坏话，还偷偷给我发过消息，让我别往心里去。她见我坐下，犹豫了半天，小声说：赵梅，你没事吧？听说你伤得挺重的。我侧头冲她笑了笑：没事了，谢谢关心。她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露出2颗小虎牙，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从那以后，班里的同学对我都格外客气，再也没人敢随意议论我，更没人敢拿农村来的说事。有人想刻意巴结我，给我送各种名牌礼物，都被我婉拒了。也有人想跟我套近乎，打听赵氏集团的事情，我也只是淡淡回应，不愿多说。我知道他们现在对我好，不过是因为我是赵氏集团的大小姐，若是我还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农村来的穷丫头，他们依旧会看不起我。这样的人情冷暖，我早已看透，与其交些虚情假意的朋友，不如独来独往，清静自在。只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关于陈娇娇和那些同学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听说陈娇娇在监狱里过得并不好，她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得了监狱里的苦，一开始还闹脾气，不肯干活，被狱友教训了几次后就彻底蔫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再也没有了当初校花的傲气。那些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同学，家里为了赔偿我的损失，大多倾家荡产，有的父母甚至打了好几份工，只为凑够赔偿款。还有几个同学刑满释放后，因为有案底，找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做些最底层的活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人私下里说我心狠一点，情面都不留，不就是砸了点东西，打了一架吗？何必把人逼到这份上？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图书馆看书，只是淡淡一笑，并未放在心上。他们只看到我家有钱，觉得那些赔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却没看到我被他们围殴时的狼狈，没看到我养的小羊羔被烤成焦黑的模样，没看到祖宅里那些传世的古董被摔得粉碎，更没看到邻居老大爷被他们塞进厕所，嘴里塞着臭抹布的委屈。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百倍奉还。
他们做错了事情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原谅。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期末，我依旧是班里的第1名，拿着学校的最高奖学金。班主任找我谈话，想让我继续担任学习委员。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不是为了什么虚名，只是觉得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何况班里还有几个真正想学习的同学，值得我去帮一把。担任学习委员后，我依旧像以前一样，考前带着大家划重点，帮大家整理复习资料，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掏心掏肺，学会了适可而止，也学会了分辨人心。放寒假后，我回到了村里，村里依旧是一派祥和的景象。阿爷阿娘们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聊天，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飘着饭菜的香味。过年的时候，村里举办了盛大的年货节，还有侨乡特色的舞龙舞狮表演，热闹非凡。阿叔告诉我，今年村里的侨胞又捐了不少钱，用来修缮村里的老房子，还建了新的幼儿园和养老院。我看着村里的变化，心里满是欣慰。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个充满温情和烟火气的地方，也是我永远的避风港。大年初一，我跟着阿叔去给村里的老人们拜年，老人们拉着我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塞给我各种糖果和红包，嘴里念叨着：梅梅真是个好孩子，有出息了，还不忘本。我笑着接过，给老人们拜年，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的幸福，无关金钱，无关地位，只关乎真心的相待和温暖的陪伴。开学后，学校里举办了新一届的学生会会长选举。当初陈娇娇就是为了和我竞争这个位置，才处心积虑地策划了那场扶贫闹剧。这次选举，有不少同学劝我参加，说以我的成绩和能力肯定能当选。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我对这些虚名本就没什么兴趣，何况经历了上次的事情后，我更想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学习和陪伴家人上。与其在学生会里勾心斗角，不如静下心来，多读几本书，多学一些知识，为以后接手赵氏集团做准备。阿叔知道我的想法后，十分欣慰。他说：大小姐，你能这么想，说明你真的长大了。赵氏集团以后终究是要交给你的，现在多学一些东西总是没错的。从那以后，我除了学习学校的课程，还开始跟着阿叔学习管理公司，看财务报表，参加公司的会议，了解集团的业务。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看着密密麻麻的财务报表，头都大了。阿叔总是耐心地教我，一点一点地给我讲解，还带着我去集团的各个分公司考察，让我熟悉业务。慢慢的，我开始适应了这种生活，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游刃有余，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作为赵氏集团的大小姐，我身上肩负着很重的责任，我不能辜负赵家几代人的心血，更不能辜负阿叔和村里人的期望。在学习管理公司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利用课余时间报了各种培训班，学习金融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时间一晃就到了大四，同学们都开始忙着找工作、考研，我则在阿叔的安排下进入赵氏集团实习，从基层的岗位做起，一步步熟悉集团的运作。集团里的员工一开始对我还有些质疑，觉得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什么能力，只是靠着家世才能进集团。但我并没有在意他们的质疑，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我每天最早到公司，最晚离开，认真做好每一件事，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向老员工请教，很快就熟悉了岗位的工作，还提出了几个不错的建议，为公司节省了不少成本。我的努力，集团的高层都看在眼里，对我的质疑也渐渐变成了认可。阿叔看着我的成长，十分开心。大小姐，你现在越来越有样子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能独当一面了。我笑着说，这都是多亏了阿叔的教导。其实我知道，我能有今天的成长，不仅是因为阿叔的教导，更是因为当初经历的那些事情，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大四毕业那天，我穿着学士服在学校的校园里拍照，留念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同桌陪着我一起拍照，他考上了研究生，继续在学校深造。他笑着说：赵梅，真羡慕你，一毕业就能进赵氏集团，以后就是大老板了。我笑着说：这没什么好羡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好好读研，以后肯定也会有出息的。我们相视一笑，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毕业后，我正式进入赵氏集团工作，担任董事长助理，协助阿叔处理集团的日常事务。工作之余，我依旧会回到村里，看看阿爷阿娘们，陪陪家人，打理祖宅里的花草。
祖宅的院子里，我重新养了几只小羊羔，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每天放学回家，它们都会摇着尾巴跑到我身边，蹭我的腿。看着它们，我总会想起当初被陈娇娇烤死的那只小羊羔，心里难免有些感慨，但更多的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有一次，我去市里参加一个商业晚宴，遇到了陈娇娇的父亲陈建国。他比以前苍老了很多，头发花白，背也驼了，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他看到我眼神里满是尴尬和愧疚，犹豫了半天，还是走到我面前，低声说：“赵小姐，对不起，当初是我娇女无方，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向你道歉。”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丝毫的怨恨，只是淡淡说：“陈董，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他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便匆匆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有些人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有些人曾经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最后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陈建国当初为了攀附权贵，不择手段，最后却因为女儿的事情，公司破产，名声扫地，这都是他应得的下场。而我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但终究是苦尽甘来，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工作了几年后，我的能力得到了集团所有员工的认可，二叔也渐渐把集团的大权交给了我。在我的带领下，赵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国内的业务越来越广，还拓展了海外市场，和多个国家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还不忘回馈家乡，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村里的贫困学生上学，修缮村里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还在村里建了一个农产品加工厂，帮助村民们把农产品卖出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村里的阿爷阿娘们都夸我是个有良心的孩子，说赵家出了个好后代。除了打理公司和回馈家乡，我也没有忘记提升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去国外留学深造，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内，运用到集团的管理中，让赵氏集团发展得更好。留学期间，我也遇到了不少优秀的人，有过几段短暂的相处，但都没有走到最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而是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讲究的是缘分，不必强求。与其找一个不合适的人将就，不如独自美丽，静待花开。留学回来后，我依旧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集团的发展越来越好，我的个人生活也十分充实。闲暇时，我会去健身，去旅行，去看书，去画画，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身边的朋友都催我找个男朋友，说我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我总是笑着说，不急，缘分到了，自然就会遇到了。我知道我想要的爱情不是门当户对的将就，也不是虚情假意的巴结，而是两个人互相欣赏，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一起度过余生的温暖。30岁那年，我在一次商业合作中遇到了一个叫沈泽的男人，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年轻有为，性格温和，待人真诚。第一次见面时，他并没有因为我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而刻意巴结，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合作对象，认真地和我讨论合作的细节。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做事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善良，还很有爱心，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慢慢的，我们从工作伙伴变成了朋友，又从朋友变成了恋人。他知道我的过去，却从未因此看轻我，反而更加心疼我，珍惜我。他不会因为我是董事长而让我受一点委屈，也不会因为我的家世而有任何的压力，只是单纯的喜欢我这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轻松而自在，他会陪我回村里和阿爷阿娘们聊天，陪我打理祖宅里的花草，会在我工作累的时候给我泡一杯茶，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给我鼓励和支持。我知道他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那个能和我携手一生共度余生的人。在一起1年后，沈泽向我求婚了，在海边，他拿着钻戒，单膝跪地，眼神温柔地看着我。赵梅，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我想和你一起度过余生，不管未来是风是雨，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护你一生周全。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看着他眼里满是泪水，点了点头说，我愿意。婚礼定在村里举办，没有铺张浪费，只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和村里人的陪伴。婚礼那天，村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阿爷阿娘们都来给我送祝福，孩子们围着我喊着，新娘子真漂亮。沈泽牵着我的手，眼里满是温柔。他说，梅梅，以后我会和你一起守着这个家，守着村里的人。我笑着点头，心里满是幸福。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沈泽很支持我的工作，也很理解我对家乡的感情。他会和我一起打理赵氏集团，也会和我一起回馈家乡，和村里的人打成一片。我们偶尔会一起去旅行，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也会一起窝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影，享受属于我们的2人世。